我师父他们那个时代，他是清朝出生的，清朝末年出生的嘛。后来30岁以前都在家乡下练拳。他们家算是很有钱的。后来到烟岛啊，到青岛啊、烟台去闯荡嘛。闯荡了，到后来他是2家报社的记者。那个时候的报社记者很大的啊，都是跟高层啊什么联系的。后来一夜之间，真的是一夜之间，睡觉一起来看，哎，外面怎么旗子换了？我跟你们讲，真的是这个样子的。睡觉起来，旗子换了，马上去找一些朋友，找到这个朋友啊，共产党。找到那个朋友啊，共产党原来都是隐藏的，以前都是好朋友啊。突然之间一夜之间，然后在马路上走，他的哥哥看到他，快走，手上有几块袁大头塞给他，快走。因为我师父那个时候啊，他护送一个联合中学啊。从烟台护送到他们的家乡去，保护教员学生的安全。那谁在破坏？就是当时的土八路嘛，所以可能会有危险，就是政权改变啊，它可能会有危险。马上什么都没有啊，就是那几块大洋就上了轮船，也没买票，就去了上海，然后待几年就跑到台湾来。跑台湾来的时候，当然闯了几十年的事业什么都没有了，太太孩子通通没有带，只有他。然后隔几年才托人把太太跟一个儿子带到台湾来，大儿子大女儿没有带来，所以他们面临到最大的一个，你想想看，一夜起来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到台湾来，从头开始，生活嘛，你可以想到，那他们那个时代，你什么资本都没有，你要养活太太孩子。所以他开始练八卦拳的嘛，感应力很好。他要给别人开那个皮箱，因为很多坐轮船来的人呢，提着皮箱，可是钥匙掉了。他发现到有这个情形，他就凭感应用一个铁丝或什么帮别人开皮箱，开一个皮箱多少钱？慢慢累积一些钱。他们灰心丧志到什么程度？他青岛的那个报社的老板也到台湾来了。有一天找到他，他说：“我带来了一辆汽车，我们把汽车卖了，我们重新来办报。”他说：“不要了，不要了，我不承认会文，也不承认会武，我就这样子活，就是这样子。”后来还慢慢开一个什么脚踏车行，他们在大陆都骑脚踏车嘛，自己基本的东西都会修，开一个脚踏车行修，然后又累积一点钱，开五金行，这样子。他当中得过肺结核嘛，去看病嘛，医生说回去吧，有什么好吃好喝的就吃喝吧。结果回去了不甘心嘛，走了那老婆孩子怎么办啊？就开始重新练拳，练好了，痊愈了，所以他们一生啊，从青年时候到一个他们闯荡的高度，突然之间下坠，然后就在什么？一辈子都在谋生，
这样子。所以他们那一代面临的冲突、挫折，比我们这一代多，而我们这一代面临的冲突、挫折，比你们这一代多。你们会不会面临到？我不知道，最好不要。但是面临到了以后，什么可以支撑你？重要的是这个。所以我们所有的学习跟练习都是什么？都是为那个万一在做准备的，都是为那个在做准备的。如果只要过一个平凡的生活，随波逐流的生活，你可以什么都不要练，什么都不要练，什么都不要学，生活下去也没生活也没问题，所以那就是跟你们讲，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愤怒，很多的真它会隐藏起来，因为我们的社会没有一个是让你去表达抒发的这样子的管道跟空间，你管道忍不住了暴骂出来，你这个人怎么脾气那么坏啊？把你归类到坏人去了，所以没有的话，就很多人身体里面都隐藏着这个，就是一颗不定时炸弹。什么时候爆我们不知道，到他忍不住的那一刻就爆。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练的原因之一，一个是觉察自己的状况，要以这个为主。好。那个时代为什么师爷没有考虑教拳的意思？那个时候你教谁啊？那台湾很多来都是从刀来物也都是。他有一个集体，比方讲王延年教太极拳的，他来了以后，他的家乡人慢慢来，然后他接触到的是什么？他接触到的是当初台北那个布商，就是那个什么街啊？迪化街。对，接触，所以迪化街很多布商是当初是王延年的学生，所以他教这些人，教这些人有收入，所以他的家乡人来，全部由他来养，那大部分的大陆来台的那段时间，大陆来台的，比方韩庆堂，韩庆堂因为有国术馆啊什么当教官，所以他可以然后有一些朋友关系啊，他可以在警界啊什么教拳。他当初在那个地方教拳啊，也是当地很多流氓去挑战的，那他们没有办法。那我师父当初就说嘛，他根本就灰心丧志了，而且还在想着可以回去，还在想着大儿子大女儿在哪，就在这种生活困苦的边缘，那也没有人知道他，那他也没有去以这个谋生，他在大陆也没有以这个谋生啊，他不是国术馆什么那系的，所以跟他学的人很少，都是透过一些长辈的关系，晓得他才会去，是这样子的。所以每一个当初来台湾的，你们看现在成名的
或者学生比较多的，不管是练什么拳的，有一个条件，有一个共同的条件，就他们当时有一个身份，有一个社会地位。比方那位是蒋夫人的国画老师，另外一位是官邸的教练，有身份，有社会地位，听不懂？你有身份，有国际地位，为什么那个蒋夫人的国画老师的学生是那个层面？因为是蒋夫人的国画老师啊，所以他的学生里面有这种成就文人很多为什么王彦霖的学生是那个层面？为什么高道生的学生是那个层面？没办法，因为当时的他的身份地位就是这样子。为什么有的很棒的老师根本没人知道，你们听都没听过，他们的功夫比这些好多了？为什么你们都没听过？活都困难了，听不懂啊？所以很多人拜师，他拜的是什么？他拜的是什么？晓得吗？现在人不懂这个，所以后来就开始造神嘛，就造的好像当代很伟大一样，其实都不是的，跟事实是不符合事实的，包括现在把孙禄堂造成神，孙禄堂是应该是很不错，不过也有双面的说法。我看他的架子什么，应该是练得相当好，可是没有那么神，不是又是武圣啊，又是什么的，不到那个当时那个时候，你看成名的几个所谓的大师都是什么？都是在城市里面的，都是在城市里的。孙禄堂啊，王香斋啊，这等等，都在城市里的。城市里面的传播快，城市里面的互相影响的那个效应大，人们知道他们比较快而且他们是在一种保护的下面，城市嘛，有法律嘛，有城市的秩序嘛。那真正面对对手在用国术的是哪些人？乡下，都在乡下那时候乡下人住的那个村庄，他们面临着散兵游勇啊，什么白莲教的余孽啊，什么红枪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秩序不好嘛。他们面对的是这些，他们才是真正几乎每天都在用这些东西保身为村、为家的人。有谁知道他们？没有啊，是不是？所以我不是说这些人，孙禄堂啊、王香斋啊这些功夫不好。应该是也是很好，可是没有好到那个程度，大家不知道的太多了。中国那么大，但是后来的人怎么看？后来的人根本就不知道那些人存在，他怎么去追随呢？所以社会现象就是这个样子。你要知道，一个人成名。他是因为什么而成名？因为他的真实的本事成名真实的本事成名，还是因为他的身份地位
成名。啊。啊，上次到那个红楼那不是有一个老师讲绘画的吗？傅文品，他的绘画非常好，他的程派八卦的功夫也非常好。有谁知？不知啊。他一辈子都在照顾他妹妹啊，是不是？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嘛。哦，所以对于社会上面的这些现象，你必须要什么？你必须要有看透的本事，辨别真伪看透的本事。我偶尔看到一个大陆一个相亲的节目，一个小伙子，有3个美女吧在前面，主持人问：“你看他们怎么样啊？长相哪一个最美？”他说：“能不能请他们把妆卸掉？”那怎么可能啊？你怎么要别人卸妆？卸妆前、卸妆后是两个人啊，是不是这样子？对吗？那你有没有本事看穿透那个妆嘛？画的那个妆嘛？这都是给你们一些参考的。还有问题吗？没有。有一个问题，哎，像那个照片那个农夫，就是这样，就是他那个。喝杯咖啡。好，谢谢。因为老师说他的腿是直的，然后他的背也是直的，那这样他的腰不是受很大的力吗？没有啊，像你这样会受很大力。哦。因为你的腰是弯的。那如果他是直的，那不是压力点不是在这里吗？他在这里。哦。他在这里，他不在这里，更不在背上。哦。是啊。这样不懂？因为这是很合理的嘛，这是一个人的身上一个大的枢纽嘛，是不是这样子？你的身体要折的话，当然是从这个大的枢纽来折啊，从这边来折啊，大的枢纽来折啊，这边你不需要动啊，这样不懂？可是后来我们不会用它了，以后我们就用腰嘛。回家去试试看。啊，你看你那个腰背没直啊，所以要感觉我在屈的时候是用这个地方，所以它的臀有一点点向后嘛，你的上身先坐直，脊椎直，然后你在弯曲的时候，你用这里，所以它的臀有一点点向后，它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身体的曲折是在这个地方曲折，在这里曲折，这里曲折，而不是在这里，不是在腰上面曲折，不是在脊椎上面曲折，是在胯上面曲折。听不懂？所以他们这个插秧的动作跟我们台湾的一般农夫插秧的动作不一样。我们一般农夫腿是弯的，腿是弯的，是不是？松下来，背也弯了。你看他腿是直的，腰是直的。但这个好像是只有比较像谁，就是黑人的特色吧。因为我之前好像看一些以前俄罗斯的画，就是他们的那些劳工，他们好像也都就是背蛮弓的，但是我不确定，可能要回家才去确认一下。
有一个可以确定，就是他们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时间很长。很长。第二个，他们没有使用工具，没有使用机器，是吧？所以对于长期使用身体的人，长期使用身体的人，他一定会，他后来也传下来的方式，一定是他们发现到的最有效的方式。啊。好，来把那个拿来啊。